说到黄芪，相信很多中老年人都很熟悉了。黄芪呢是一种中药材，有一定的药用价值，具有补气养血、利尿消肿的作用。经常吃能帮助提高免疫力，对养护心脏、调节血糖和血压都是有很大好处的。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，经常大量喝黄芪水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坏处的。正常来说，每天服用黄芪的量最好不要超过15克。若是大量食用的话，很容易引起过度补益，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而且黄芪性温，吃多了很容易上火，所以对于阴虚火旺、身材比较干瘦的人，最好不要服用黄芪。还有感冒发烧、热毒致盛以及孕妇也是不适合吃黄芪的。如果想要养生呢，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喝点茶，比如绿茶、菊花茶、金银花茶等，对健康长寿有很大帮助。长期吸烟的人来说，无疑对肺部伤害是最大的。那有些人说吃梨可以养肺护肺，其实最养肺的并不是梨，而是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罗汉果。罗汉果被称为肺果，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，并且营养价值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、葡萄糖、果糖以及蛋白质，有清肺润肺、止咳化痰的作用。那将罗汉果晒干泡水喝，可以清理肺部毒素和垃圾，提高肺脏功能，让肺病绕道走。第二种，鱼腥草。鱼腥草的味道比较特殊，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吃，但是鱼腥草养肺效果是很好的。鱼腥草被称为养肺冠军，经常泡水喝，能够清理肺部毒素和垃圾，减轻肺部负担。喜欢吸烟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鱼腥草。除了罗汉果和鱼腥草，多用蜂蜜、柠檬泡水喝也有清肺润肺的作用。不过想要肺部健康，还是不要吸烟的好哦。经能反映出女人健康的状况，如果月经量越来越少，就会影响卵巢和子宫的健康，严重的还可能会提前绝经。那平时就要好好的保养了，记住少吃2种食物。寒凉食物，女人月经量少可能和宫寒有关，如果经常吃寒凉食物，很容易导致经血运行不畅，加重宫寒现象，那么就会出现月经量少、痛经等问题。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这类食物有很强的刺激性，经常吃会影响女人内分泌，导致经血不畅，使月经量减少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想要保护卵巢和子宫，女性朋友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第一种，黄芪。黄芪是常见的中药材，有很好的补气养血的作用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能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，延缓衰老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种，玫瑰花。玫瑰花也是一种珍贵的药材，具有美容养颜、活血化瘀、调经止痛的功效。女性朋友经常的泡水喝，能帮助改善月经失调，养护子宫。月经不调是很多女性会出现的问题，尤其是月经量越来越少，如果不加以调理，很容易导致卵巢早衰。可以常吃下面的2种碱性食物哦。第一种，百合。百合是一种很好看的花，但同样有药用价值。百合属于碱性食物，含有丰富的多糖类、生物碱以及蛋白质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调节雌激素分泌，保养卵巢，对调理月经有一定的帮助。还有玫瑰花也有调经止痛的作用。第二种，葛根粉。葛根粉也是一种碱性食物，葛根中含有异黄酮物质，可以双向调节雌激素，具有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女性朋友经常吃点，可以很好的养护子宫和卵巢，预防绝经提早出现，还不发胖哦。除了多吃食物外，还要做好几件事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适当的运动锻炼，有一个规律的作息，这样有助子宫和卵巢健康，让你更年轻哦。女人月经量少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，如果长期不调理，很容易伤害子宫和卵巢，导致人提前绝经。不过不用着急，可以常吃3种食物帮助改善。第一种，红糖。红糖对女性非常有好处，有活血化瘀、暖宫、排毒的功效。月经量少的人经常吃一点，可以帮助改善月经不畅，养护子宫和卵巢，让你更加年轻。第二种，黑枣。黑枣是好吃又营养的食物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微量元素，有补气养血、活血化瘀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，子宫会慢慢变好，也能够帮助改善月经量少的问题。第3种，红豆。红豆也有很多好处，红豆有活血补血、温暖子宫的作用。
所以月经量少的经常吃些红豆，可以帮助保护卵巢、月经恢复正常。除了这3种食物外，也可以常喝玫瑰花茶。玫瑰花茶有调经止痛、美容养颜的作用，对女性也是非常好的。肚子赘肉是非常让人烦恼的，而且也很难减掉。除了平时要注意饮食外，下面教大家一个踢腿动作，对瘦腰、瘦肚子有帮助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左手向上伸直，右手放在左腰上，同时右腿向右侧踢起，要让腰部有挤压感，感觉侧腰在用力，这样坚持做一会儿，再换相反的方向，反复练习5分钟就行。还有一种方法也是自然站立，双手向上举起来，然后左腿向后踢起来。回来的时候，双手下落，同时左脚向前，脚尖着地，也是做一会儿，换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。每天坚持这样踢腿，能促进脂肪燃烧，锻炼腰腹部，不仅可以瘦腰减肚子，对瘦腿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做这个小动作外，还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、蜂蜜柠檬水，这样对减肥也有一定。血压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病症，大家都知道是要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的。但是呢，要注意这3个习惯，如果不改正的话，可能降压药就白吃了。第一，不控制体重。现在美食越来越多，很多人就管不住嘴了，也不控制自己的体重。但是呢，体重超标、过于肥胖也会导致血压升高，不利于控制血压，所以要管住嘴，迈开腿才行。可以常用玉米须泡水喝，对血压控制有帮助。第二，经常熬夜。现在的人都养成了熬夜的习惯，虽然熬夜一时爽，但是后果是给身体造成很大伤害。尤其有高血压的人，经常熬夜会增加血管压力，导致血液不畅通，就会引起血压升高。建议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，尽量不要熬夜。第三，精神压力大。都说有压力才有动力，但如果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，会让人出现焦虑、精神紧张、容易发脾气等问题，这样就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所以要学会释放压力，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切记不要大喜大。俗话说得好，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。早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都知道不吃早餐很伤身，其实早餐常犯3个错误，或许更伤身。一，早餐吃得太快，很多人为了赶时间，早餐3口2口的就吃完了，这样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导致胃食管反流，对健康不利。2，早餐吃太多，如果早餐吃多了，这样一上午还没有消化，就进食午餐了，胃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会导致肠胃负担加重，不利于胃部健康。3，早餐太过单一，早餐吃的营养对身体才好，如果太过于单一，这样会导致营养失衡，使身体出现亚健康状态。还有大家吃早餐的时候，不要吃辛辣刺激、油腻、生冷的食物，这些食物对肠胃健康不利。如果想要保护肠胃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喝蒲公英根茶、大麦茶，有助保护胃黏膜，养胃护胃。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情，其实在这些小事中，有一些是增寿的事儿。若每天都爱做，长寿可能会与你有缘，医生也会远离你。第一件，吃早餐。早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每天早上吃一份健康的早餐，能帮助我们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，所以吃早餐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第二件，早上起来排便。早上是排便的最佳时间，若能每天坚持早上排便，可以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垃圾，对肠胃健康也有帮助，所以坚持每天早上排便更有利于长寿。第三件，每天坚持午睡。其实午睡对长寿也是有帮助的，如果能够每天坚持半小时午睡时间，既能帮助补充体力，还能够增强免疫力，保护心脏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除了上面这3件事外，每天坚持喝一些养生茶，也能够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，比如玫瑰花茶、绿茶、桑叶茶等等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朋友可能还被隔离在家，那么就开启了黑白颠倒的生活，晚上追剧玩游戏，11点后也不睡觉，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，时间长了3个危害可能会找上你哦。第一个，记忆力下降，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缺血，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记忆力下降，头晕眼花，精神不好。第二个，免疫力下降，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，很容易导致身体疲惫，精神不好，
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有所下降。第3个，加速衰老。那经常熬夜的朋友，你会发现呢，黑眼圈特别重，而且皮肤也会变得越来越干燥暗黄，甚至呢有痘痘斑点出现，加速人的衰老。所以经常熬夜的朋友，赶紧改掉这个坏习惯，早睡早起。平时呢多喝点菊花茶、蒲公英根茶，可以呢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哦。好啦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给木子留言哦。拜拜。